黄房间的秘密。加斯东勒鲁。第6章。橡树林深处，我们抵达了城堡。古老的塔楼与一座在路易14时期重建的建筑相连，而另一座则是为奥莱勒杜克风格的现代建筑，主入口便设于此处。我此前从未见过如此新奇，或许也谈不上美观，但从建筑学角度而言，尤其是如此奇特的风格混搭，实在是前所未见。它显得有些怪诞，却又引人入胜。走近时，我们看见2名警察在一片对着塔楼底层的小菜园前踱步。我们很快得知，门房贝尔尼耶夫妇就被关押在这底层，那里曾是监狱，如今则用作储藏室。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引我们从一扇带有雨棚的宽阔大门进入城堡的现代部分。鲁莱塔比尔已将马和马车交给了一名仆人，他的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达尔扎克先生。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发现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索邦大学教授那双戴着手套的手上。当我们进入一间摆满古旧家具的小客厅时，达尔扎克先生颇为唐突地转向鲁莱塔比尔问道：“说吧，你想要什么？”记者以同样的唐突回应道：“想和您握手。”达尔扎克后退了一步。这是什么意思？显然，他和我想的一样。我的朋友怀疑他与那桩骇人听闻的袭击案有关。黄色房间墙壁上，那血手印的景象浮现在他脑海。我看着这位面容向来高傲、目光一贯坦诚的男人，此刻却显得异常不安。他伸出右手，指着我说：“您是桑克莱尔先生的朋友，他曾在正义的事业上帮过我一个大忙，我没有理由拒绝与您握手。”鲁莱塔比尔没有去接那只手，他以一种无与伦比的胆大撒谎道：“我在俄国住过几年，在那里养成了从不与戴手套的人握手的习惯。”我原以为索邦大学的教授会勃然大怒，但他反而强压怒火，做出一番显而易见的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脱下手套，伸出了双手，手上没有任何伤痕。“您满意了吗？”“不。”鲁莱塔比尔回答。“亲爱的朋友。”他转向我说，“我不得不请您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我行了个礼便离开了，对刚才所见所闻震惊不已，完全不明白罗伯特·达尔扎克为何没有把我那个无理、伤人又愚蠢的朋友赶出去。因为在那一刻，我同样无法原谅鲁莱塔比尔用如此粗鲁的方式表露他的怀疑，并由此引发了那场前所未闻的手套风波。我在城堡前踱步了大约20分钟，试图将那天早上发生的种种事件串联起来，却徒劳无功。鲁莱塔比尔究竟在想什么？他真的怀疑罗伯特·达尔扎克吗？怎么能想象那个几天后就要与斯坦格森小姐结婚的男人会闯入黄色房间去谋害他的未婚妻呢？没人知道凶手是如何离开黄色房间的。而在有人向我解释这个在我看来无法解释的谜团之前，我认为不应怀疑任何人。最后，那句在我耳边回响不绝的荒谬话语究竟是什么意思？神父住所魅力未减，花园景致光彩依然。我迫不及待地想单独和鲁莱塔比尔谈谈，问个究竟。就在这时，年轻人和罗伯特·达尔扎克一同从城堡里走了出来，而且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看起来像是世上最好的朋友。“我们去黄色房间。”鲁莱塔比尔对我说，“您也一起来。对了，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会在这附近待上一天，我们会在附近找个地方吃饭。”“万万不可，先生们，你们就在这儿和我一起吃。”“不，谢谢。”年轻人回答，
我们会去堡垒客栈，那里招待不周，他们很可能没什么东西可提供。您这么认为？他们总能拿出点什么来的，鲁莱塔比尔回答。饭后我们会继续工作，我会写我的稿子，而您，桑克莱尔，就劳驾帮我送到报社去。什么？您不和我一起回去吗？不，我今晚会睡在这里。我转向鲁莱塔比尔，他是认真的，而罗伯特·达尔扎克似乎也一点不觉得奇怪。我们当时正经过塔楼前，听到了呻吟声。鲁莱塔比尔问道：“他们为什么被关起来了？”这是部分怪我，达尔扎克先生说。我向预审法官指出，门房夫妇不可能在2分钟内穿好衣服，并从他们家赶到亭子，因为从枪响到雅克爸爸发现他们，前后不过2分钟。这的确可疑，鲁莱塔比尔表示赞同。您说他们当时穿着衣服？是的，这正是不可思议之处。他们穿戴整齐，而且还穿得很暖和，身上一件衣服都不少。那女人穿着木底鞋，男人则系好了鞋带。然而，他们声称像往常一样，9点就睡下了。今天早上，预审法官从巴黎带来了一把与凶案所用口径相同的左轮手枪，因为他不想动那把作为物证的枪，让他的书记员在黄色房间里关上门窗，开了2枪。我们当时和他一起在门房的屋子里，什么也没听到，根本听不到。这意味着门房夫妇说了谎，这点毋庸置疑。他们当时有所准备，在亭子附近等着什么。当然，他们不被指控为袭击的实施者，但他们是同谋的可能性并非没有。马凯先生立刻下令逮捕了他们。如果他们是同谋，鲁莱塔比尔说，他们要么会衣衫不整地赶来，要么更可能的是根本不会来。当一个人带着如此多明显的同谋证据，主动投向司法部门的怀抱时，那他就不可能是同谋。就本案而言，我不认为有同谋。那么，他们半夜3更在自家屋外做什么？让他们解释清楚。他们肯定有难言之隐，问题是要找出是什么原因。即便他们不是同谋，这也可能很重要。在那样一个夜晚发生的一切都很重要。我们刚走过一座建在壕沟上的古桥，便进入了公园里那片被称为栗树林的区域。那里长满了100年的橡树，秋风已将它们的叶片染黄吹皱，它们高耸的枝干黝黑而蜿蜒，宛如可怕的乱发，又似巨大的爬行动物纠缠在一起，如同美杜莎的头颅。斯坦格森小姐夏天时曾因喜爱此处的宜人而在此居住，但在此刻这个季节，这地方却让我们感到阴森凄凉。地面因进来的雨水和腐叶的淤泥而变得黝黑，树干也显得黑黢黢的，就连我们头顶的天空也仿佛披上了丧服，拖曳着沉重的乌云。就在这片阴暗荒凉的隐蔽处，我们看见了亭子白色的墙壁。从我们所站的位置，看不到亭子有任何窗户，唯有一扇小门标示着入口。它看起来像一座坟墓，一座位于被遗弃森林深处的巨大陵墓。随着我们走近，才逐渐看清它的布局。它所需的光线全部来自南面，也就是庄园的另一侧，朝向田野的那一面。一旦关上通往公园的那扇小门，斯坦格森先生和小姐想必会觉得这里是与他们的工作和梦想共处的理想囚笼。为了让读者明了，我现在就